我说了怎么回事？我说了怎么回事？我讲半天忘记开这个开始直播了。没关系，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我写的东西。刚才还在说，就是会不会7点半？7点半大家会迟几分钟来？我再解释一下。哎，这个边上怎么也有个小画面？OK，那我就重新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刚才说的一些东西，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是自己选阴影的颜色去上阴影。第一个啊，我们刚才那几分钟我就是在写标注，然后我们刚好就顺着这个来一起选一下啊。第一个是选取底色，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头发，我们先吸色，然后呢，我们选一个，就选择了之后，我们再选色盘的右下角啊。这个的话，就找一个看起来比较合适的，然后我们再选择，我们去转一下色相，一般是偏冷的颜色啊。这里我就往蓝色走一点，我们选择一个这样的颜色，上去看一下合不合适啊。这里是我刚才尝试的时候画的。我们画出来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感觉。好，我们再重新来一下，把这个阴影给它上一下。这里的话，我们主要就观察它会不会有点饱和太高了之类的。比如说，就不要画得太过荧光。我先随便找一点地方涂了给大家看一下。OK，然后我们在这个第3步是选择一个阴影，我们用这个阴影的颜色找一个它色盘左上一点灰一点的颜色，我们往左上走。这个就偏灰，然后要能结合进去的一个颜色，可以看到这个就比较的合适，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太就是没有太灰，虽然结合的很好，但好像和之前的颜色太像了。好，我们就换了一个更灰一点的颜色，就是更往左上嘛，更往左上。如果你感觉它太亮了，我们就不要往上了，往左。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色盘往左是降饱和，往右是高饱和，往上是亮一些啊，往下是暗一些。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灵活去调整。然后深的话，一般就是左上到右下的这一条，这样给它调的。然后，是第4个，我们选择阴影的颜色，然后去找一个它的高饱和一点的颜色啊。一般的话就是往右上走嘛。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两边的颜色，一个是比较高饱和，之前的是比较灰哈。然后我们再转一下色相，这个的话，我是跟着在这里这个偏冷的一起走的，转了偏冷的色相。我们再给它把阴影，我可以看到这里有点太荧光了，我们再深一点，再给它深一点，给它藏一下色。这个的话，其实和那个勾边是差不多的，但我们就不用跟勾边一样啊。这个有点荧光了，这个有点荧光。这个的话，主要就是我们要慢慢去试，就自己得
自己得去动手一直转色盘。选的太荧光了，我把饱和度给它调低一点。自己弄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流程。然后，它的外边没有阴影的，也是和我们之前一样，选择一个高饱和就深一点嘛，不叫高饱和，就深一点。因为高饱和的话，它就是纯提了那个饱和，但是没有提深度这些，看起来会比较荧光，特别是绿色。我们把底端这些给它涂一下。然后依旧是一个勾边，再深一丢丢，给它进行一个我们的勾边，就这样断断续续的勾一下。这个的话，我们依旧是顺着这个头发的走向。好，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可以看到我们的原理哈，还是和之前讲的那个方法是一样的，就是外边深一点，然后里边偏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画那个就是自成多图层的时候，要给它就是稍微勾一下，然后让里边显得要稍微的灰一点，因为这样画的话，它就是会看起来让你的阴影透细一些，这就是它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们用图层模式的话，可能会就是稍微的斜修一些，不用一直去显颜色。这里我们想好了颜色之后，就一直吸色给它慢慢的画下去就行。好，我们就也是顺着这些物体，就是这个鬓发的周围，它的都是一个偏后边的后脑勺的头发，我们拿这个阴影圈给大家填上。这个方法的话，好处就是，如果有颜色涂错了，可以马上很清晰的改的。坏处就是我们可能要多动脑了，就是要一直去想一下这个颜色它是对的吗？还是要修改一下？当然，这次的比较透的，其实我觉得就是用那个正片叠底的可能会好弄一点，因为我们这个方法做渐变还是有点麻烦，毕竟我们画这个阴影画出来的是实的嘛。我记得第一期这样画的时候，我是手动去给它画了个渐变阴影。好，依旧是太碎的阴影，我们给它缝起来。好，这种和这个物体它太接近，颜色太接近的话，我们等一下给它卡闭色，让它就是分隔一下。以及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就不要像第一节课那样很多小细节都去画阴影了。有一些小物的话，我们可以用那个水晶球的画法，就是说左上角给它打深，然后我们右下角就不去上阴影了。就有一些小东西的话，你可以直接这样画。
不然我们要上很多很多次阴影。一般这种方法的话，最好把头发给它单独的一个涂层。好，可以看到这里我画辫子，有没有发现我昨天讲的就是，它的这个 Y 最好对着我们的上边的一个括号的角，因为我们上这个阴影的时候，我是先把 Y 上面这个小三角给它上了，然后把 Y 的角角给它连下来，这样的话它看起来就是整个连上的，然后我们再去加一些发丝。加入发丝的阴影，这样看起来就不会太死板。我们可以就是每个的这个发丝阴影给它换一个位置，就是不要太过相似，或者说有一些有，有一些没有啊，有一些有，有些没有。我是意思是就是做出了变化，是做出了变化的意思。我们就是这样给它做一点小变化，看起来就不会死板。我们继续往边上涂。哎，注意这个风铃，风铃也是有一点点阴影的。我一般是打在它的光的右下角。好，可以看到我们既没有破坏它的一个透明感，而且也把这个风铃它的一个实体，就是有厚度的感觉也给做出来。我们就先用阴影色把这些给它画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吸取那个稍微灰一点的颜色给它修一下。藏色的话就，可以，比如说脸边上，大家会比较喜欢看脸，我们把脸边上的藏色给它做好一点，然后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就稍微适当的少弄一些，其他的地方我们就，零零散散的弄一点就好了。在身体周围的头发，我们也是用大阴影去给它分隔一下。特别是这种，如果我们从左上来的光，它是会把右边这些很大一部分
是给它的光挡住的。好，我们这里大致就把头发的阴影给涂完了啊，以及这里我也给它往下压一点。我们去吸取刚才弄好的灰色，这个灰绿色，这个其实也可以给它再推蓝一点，我们尝试一下。好，这个上在哪儿呢？这个一般就上在后脑勺这里的头发，因为这种头发的话，我们要画空气透视，一般也会用这种颜色，这种就稍微灰一点的颜色给它上空气透视嘛，所以我会优先先画在它的后脑勺的后边，毕竟我们这个也不是特别特别浅的头发，特别浅的头发的话，我们就用那个选碧色时候的一些深色去给它上。这里可以看到没有拉开，那我们就再浅一点看看。画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把周围的这个高饱和给它上一下。好，上了之后可以看到和后面就拉的有一些开了，不会糊在一起。好，我们就把这些看起来很死板的阴影，在它的靠内的位置，我们可以慢慢试哈，就在哪些位置比较好。刚才这个一般是卡碧色的位置，上了就不好看是吧？这两边就有一点粘起来了。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再深一丢丢，因为刚才发现太浅了，好像和周围的颜色有点太融合了，所以我给它稍微往深走了一点点。可以看到这个也是和后脑勺后面的头发是一个类型的，我们给它涂上灰色。以及我说的灰色都是用阴影去选中的这些有颜色倾向的灰色，我们不要直接去色盘上选择一个普通的灰色。普通的灰色，一般这种黑白灰没有颜色倾向的话，看起来是特别的死板的。
这种反过来的发尾，给它打一下，就会有一点渐变的感觉。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是不是不够深？现在发现不够深，我们需要去卡闭塞了。我们依旧可以吸这里的颜色，我们刚才的藏色，然后看一下这个颜色够不够卡闭塞，不够我们就给它往右下深一丢丢。因为刚才我们选的这个颜色它是转过一点色相的，画在上面就不会死板。可以看到我的闭塞其实规律不是特别的大，一般就是涂在左上，比如说这种，给它间隔一下。然后发丝的话，就可以看怎么好看怎么来。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卡的地方，我是把它的一个凹陷的地方卡了一下。包括这里的话，它可能左上角这里要给它分隔一下辫子。一般来说就是最深的地方，还有那个需要分开两个不同的结构的地方，需要去卡一个闭塞。然后就是太末端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少做一些闭塞，因为闭塞它算是一个增加细节的方法。细节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做在希望大家看到的、主要看到的地方的。全部打在末端的话，会觉得，就是分散的有点太开了，我们的细节。好，另一边依旧是一个卡闭塞，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闭塞的颜色去做一些小细节，就是说画一些那个发丝的小阴影。因为我们在阴影的里边还是可以再给它做细节的，做一个小丝分。可以看到这边我没有上那个，没有上风铃的阴影，我去吸了一个普通阴影色，给它先上去。可以看到这个和我们最开始那个方法的话，它就可以很准确的吸到你想要的颜色。我们最开始的那个方法的话，它就只能吸到我们画了那个图层叠加之后的颜色，不能吸之前我们手动选的那个颜色。所以我以前是比较喜欢用正常图层去画的。
OK，我们再去上我们亮面的这些类似一个渐变的东西，可以看到头顶这些，可以看想不想勾，可以看想不想勾线。有些时候，如果它没有勾线也挺明显的话，我会就是可能会不去勾。好，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小物的阴影，我们也可以直接画上去了，直接在边上吸一个颜色，给它绕着右下来一圈就行。可以看到，我们用正常涂层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是，它会把你的阴影覆盖掉。我们在画的时候没有控好笔的话，这也是一个小弊端。所以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避免去和这个阴影接触，我们就两边，比如说像这个衣服嘛，如果是衣服，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我们去和边上这些隔一点点距离，我们就不要挨着它画了。我们第一节课挨着画的话，它是会有一个水彩边缘的感觉，因为我们用那个线性加深上去嘛，线性加深上去，刚好给边上的阴影再有一层淡淡的勾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的话就不行了，它会直接把那个覆盖掉，所以我们会就是稍微离它远一点，在靠中的地方去上我们的小三角。好，我们看一下，找一点地方给它稍微勾一点点线，把我们的小三角稍微勾一丢丢。好，我们检查一下头发的阴影，大致上就是这样了。我们可以给它调色相之类的，可以单独给它。以及后面要渐变的话，就用那个用一些覆盖之类的涂层吧。我们到后面再去讲。我把前面这个尝试的
可以看到之前尝试的好像还要好看一点，因为它要深一些，看起来。好，删掉。我也弄深一点看看呢。在电脑上好像没什么变化呀，我在电脑上看着。把刘海这里给它稍微修一修。好，我们再看看下一步去画哪里。哦，这里也可以给它多做一点空气透视，毕竟还是离得比较远，其实离这个手。好，可以看到这样就给它稍微分割了一下。这边的也一样操作一下。好，我们去新图层，我们先把皮肤给画了。皮肤的话，我们先吸我们的肤色，然后去选择一个腮红，直接就往右边选中一个。这里的话，看你画的是一个暖色调还是冷色调。一般来说，暖色调的话就选这个偏橘的嘛，如果偏冷的，就比较粉的那些，我们就往粉了拉。我们这里感觉倾向，就是我们现在画的其实两个都可以用，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选一个中间值。一般来说，如果画的是特别特别粉的，我们就不去画，不去选太橙色的了。好，打完腮红，然后双眼皮，我一般会直接把脖子全给涂掉，当做它的一个比较浅的阴影。我们再往下，直接就拿这个当做阴影，先给它画2圈，然后比较浅的这一层腮红，就给它打下面的这些关节。腮红的话，我一般会选一个一深一浅，到了下边的时候就拿去作为一个不同的用处。我们就这样边画皮肤的阴影，边上一个小腮红。好，涂完了之后，我们去给皮肤上闭色。我一般会也是选一个稍微偏粉一点，大概是这种有点水红色的，它的色盘的偏左下角，大概在这些位置，
我们上一下看合不合适。哎，感觉是刚好的，刚好合适。啊，当我们的这里太大一块的时候，我就会给它拉一根脖子上的线，让它看起来这里的光不要就是只有一块板。上面这些也会稍微的，上面刘海的这里我会稍微画一丢丢阴影，一点细细的阴影。这个就和我们第一次画的不一样了，第一次画印还画的就挺重的，挺宽的，和这个比起来，自己选色感觉就谨慎了很多。然后是下边的一些闭色，我依旧是打在了左上角的一个位置，毕竟我们光在左上的话，它照下来这一块是被挡的最多的。然后是腿，膝盖的话就看个人吧，也可以不涂这个闭色。那也是沿着这个小猫咪小小的勾了一下。哦，这个底色没有上完的嘛，给它填一下。好，肤色我一般也会给它单独一个涂层，其他的我就差不多不会再嗯、其他的可以全在一个涂层了，因为其他的比较好选。我先去删一点涂层，比如说头发的话，头发主要是它太多了，有些时候分区就是说和其他东西挡住的部分还蛮多的，我们要去点很久。肤色一个是很容易选到白色上，所以我会把它们单独的弄出来，其他的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一个涂层了。好，然后我们来画白色吧，教大家怎么选白色的阴影。我们先看一下身上有没有什么蓝色、紫色之类的。一般白阴影就是灰蓝、灰紫这些嘛，然后还有就是上一节课那种暖一些的，一般就是米白、灰色米白的那种颜色。我们这里有蓝色，我们就去选一个灰蓝色。然后色相也是稍微朝紫色靠一点，我想的是，我不想和这个蓝色太过于接近它们的颜色。我们也可以就是先找一个颜色画了之后再去调，白色也是可以单独弄一个涂层的。因为白色确实也不是很好选，它容易和一些比较浅的颜色混在一起。这种小猫咪我就准备在另外的图层去画了，因为我现在画的话，我们基本上画的都是头发的白色的不是头发，衣服的白色的阴影，可能和它的不是特别的契合。小猫我等一下准备用稍微米白一点的阴影给它画。
可以看到这种方法的话，我们可以轻松的覆盖掉刚才不小心涂出来的东西。小猫因为它本身还挺暖色的，我想让它和它的阴影就是不要那么的割裂。可以看到这个包包没有什么，这块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依旧是用一个小三角，一个小三角不够的话，就用连续的小三角给它装饰一下，假装有一点褶皱。当然这种东西也不要就是画太多了，画太多的话，我们都知道，布料越软，布料越软，褶皱越多，这样的话会让它看起来皱巴巴的，而且看起来很薄很软。哎，这种蝴蝶结我一般就是直接再吸一个别的阴影的颜色，给它稍微的看起来是连上的，这样去弄了。因为等一下我还要调白色的，这样，我先选中一个白色试试。我这里是看一下白色会不会选太多，就是和其他的，就选了其他的一个颜色，会不会选的有一些正确度不太高？我们先尝试一下，如果就是选的还是比较好的话，我们就和那个其他颜色一起画了，就和刚才那个黑色。因为这个如果我分涂层的话，等一下不太好选啊。稍等一下，我发现下面的底色有点不对，我们可以先尝试一下选中这个白色，然后等一下把这个选区给储存起来。等一下给大家说怎么存它的选区，这样我们后面调整的时候就不用再去选一次，不用再去选一次那个白色了。好，我们重新来选择一次白色。可以看到这里就连到了我们的肤色，给它鱼池往左拉一点，不要和肤色也连在一起了。好，这边也是，而且这个方法就是说实话，调的时候很容易调到边上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后来也不怎么用了。我们看一下白色是不是都选完了，然后再点到手绘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把别的颜色也选进去了。看起来大概是这些，我们点储存并加载，把我们的选区点这个小加号存进去。这个我看一下能不能改名字，好像没有找到在哪儿改，但是朝左滑可以删除。这个是我们白色的一个选区，那我们就在白色的选区里面直接把其他的阴影也给画了。和它相邻的这些还是在同一个图层画会比较的好。这里我们就稍微的让它们看起来是接上的就行，不用接的特别仔细。
然后下边我们也是黑色、白色阴影同时来，以及在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蝴蝶结的那个稍微灰一点，给它把下边做一点渐变，这些也是可以顺带给它做了。可以看到这里，我绿色就没有去上它的阴影，我们就拿这个白色的阴影给它暗示一下手的厚度就可以了，就是让这个绿色看起来本身就是阴影的颜色一样，我们拿这个白色给它暗示一下厚度就好。好，我们继续上这些白色的阴影。依旧是比较空的地方给它画小三角。以及衣服上面的话，我一般流程就是上阴影、卡碧色。它的藏色的话，如果这个阴影不是很好看，可以藏一下。画出来本身就没什么问题，挺好看的话，我一般就不去藏色了，就上阴影、卡碧色就好。然后红色，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红色，它是一个挺深的颜色了。我们就用，我们就去找一个左上的灰一点的颜色，用那个水晶球的方法，我们把它的阴影，也就是像水晶球的右下角一样，给它画灰色，把它本身的红色给凸显出来。然后下边依旧是一个小渐变。好，可以看到我们做了渐变的话，这一根就有点重复了，这一根蝴蝶结的颜色就有点重复了，所以这里我们还是卡一个深色碧色，让下边的那些颜色去，下边的灰色去做渐变。好，这个的表面上被挤压的地方，我也给它稍微画一丢丢。好的，黑色也是挺死板的，我们也是给它做一点小渐变。
以及在这一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顺便打高光眼，因为它不像那个正片叠底啊，然后线性加深一样，就白色画上去它是没有东西的。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加一个白色，加一个浅色的高光上去了。可以看到我这里是把边上上了一丢丢阴影，然后这个是上节课的蝴蝶结的一个画法，就是在中间涂一点点深一点的颜色，然后再给它上高光。我的鞋头也是这样画的，以及这里可以看一下用蓝色比较好看还是黄色比较好看。我的高光的话，一般就是蓝色和黄色的，这可以按需去选择。把这白的拿下来一点。哦，这层我们上在肤色上了，选错啦，那我们就合并吧。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我们这次的肤色看起来还可以，不用改的话，我们画在一起也没有关系。一般要改的感觉就是头发啦，因为头发是，嗯，一般一般我画的话，头发是精细度最高的，会给它优先做一点东西。然后一般感觉画稿子吧，画稿子一般也是头发和就发色和同色正确最重要吧，我个人感觉。我自己去约稿，感觉就是发色和同色对了，就不会太像别的一个人。所以头发还是蛮重要的。这里我们再去选一下这个蓝色的阴影，依旧是一个吸色，右下调色项。好，哦，以及我给大家看一下不调色项是什么颜色吧。有没有感觉我的这边它其实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就是要稍微深一些，变化多一些。这边就是没有调色项的，感觉就像单纯的正片叠底一样，灰灰的。一般还是调色项比较好看。比如说就一个黑色嘛，我们肯定不能用纯黑色去画，一般就找一个灰的其他颜色，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灰蓝、灰紫，有没有觉得这个灰紫就是看起来比较深的？这就是一个饱和度，不是饱和度，就是色相，它也会影响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就是亮度之类的。我记得好像以前看过一个视频，他就说，把一个颜色转色相，还是好像是转色相还是什么来着？总之它的一个亮度和一些东西它是有在变化的，我们可以多多的注意一下。有点忘记那个东西了。哎，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蓝色好像它的阴影就不是特别的好看，等一下可能要处理一下。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往下画。可以看到，我还得避开这些花纹，慢慢的去画。以前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我的花纹一般是另外的图层去画的。嗯，哦，可以看到这里也是插了一个底色。用这种方法的话，我一般就直接给它吸色画上去了。包括有地方涂出去了的话，也可以直接吸一个色覆盖一下。好，裙底的阴影也是打的大一点。
我看一下剩下的，这个小的我给它稍微打一点阴影吧，其他的一些就我们思考一下，要不要去画阴影，因为我们可以直接用水晶球的那个方法，让它本身，就是自带一些细节。哦，还有小水壶，小水壶偏浅，我们就用深色给它画一下。然后也是一个水晶球的画法，在它的一个地方上一下我们的饱和高一点的颜色。啊，然后是蝴蝶结。蝴蝶结的话，这个我看看，它是比较深的。嗯，我们直接用灰色给它做一下。好，可以看到这个的话也是比较的合理哈，比较的合理。就是把它的下边都给涂成了稍微灰一点的那种水红色。好，这个的话我就不去打那个高饱和了，我们直接给它打高光，因为它是比较小的一个蝴蝶结，我们打了可能反而让它看起来更密了。哦，这里还有一个。哦，我们还没有选黑色的吗？哦，选了的，选了的，这边黑色的阴影吸一下，把我们两边的这个手套蝴蝶结处理一下。好，把这个手套蝴蝶结处理完后，我去喝口水，然后我的菜熟了，我的小摩尔的菜熟了。好，把这两个处理一下。好，喝口水，喝口水。好，回来了。好，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怎么处理。好，首先是这里的阴影有一点奇怪，哈，我们给它修一下。其他的，首先等一下是那个袜子，还是有点怪，还是有点怪呢。袜子的话，我等一下准备直接给它上，玻璃腿那边那种阴影。
就说给它打一个渐变。哎，好了，现在看起来比较的均匀一些，这个裙子的阴影。然后是袜子，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做一个渐变，比如说，先给它做一个慢慢弄下来。不是特别的明显，但稍微也是。我们画袜子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可以用这个方法的。然后，如果它是有一点偏毛线的这种有竖条纹的，我们可以用阴影给它，就是浅浅的划拉几笔，也是一个给它增加小细节的一个方法。因为袜子的话，我们阴影就只能跟着腿它边上的东西，还有鞋子走嘛。有些时候看起来就不知道去加一个什么样的阴影，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弄渐变，可以给它画它的纹理。这里我们就用纹理吧。鞋子的话，我们之前已经把这个渐变都给它做好了，底色的时候，总的来说就是吸了这个颜色，然后给它慢慢推灰。这里我打的是和上一节一样，打的是脚后跟儿，但是因为它的鞋子伸出来的太长了，所以给它延伸过来了一下，也是稍稍的暗示了一下它的这一块凸起的一个体积。然后鞋底的话，就是鞋底一般黑一点嘛，给它上了一个稍微黑一点的颜色。然后这个被挡住的地方，我们给它加上阴影。鞋带的话，我建议是不要去动它了。我们用这个方法的话，很容易把鞋带给涂掉。我们就这样拿一个深一点的颜色，把边上这些，可以画里边的阴影，也可以说就是把外边的用水晶球那个方法给它搞一个深色，反正让它们隔开就好，让它们的这个挡板稍微隔开。好，这样看起来就稍微有一丢丢的变化，看起来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个层级了。鞋头依旧是我们的一个经典方法，给它搞点深色。鞋头也算是一个水晶球吧。好，感觉差不多了，就给它加上高光。
顺着这个鞋头的顶部这里。以及这种深色的鞋，有些时候它画浅的高光有一点奇怪，我们可以给它修一下，或者用深一点的高光。然后后边的蝴蝶结，后边的蝴蝶结的话，鞋上面的蝴蝶结，我一般就是把它的两个角角给它画的稍微灰一点，然后上边的这一块的凹下去的那个阴影也给它灰一点。就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可以看到这里它有一个褶皱，这种的话我们就再选一个灰一点的给它弄出来，就是像画那个闭塞呀阴影一样的，给它隔开一下。好，剩下的话我们就给它处理一下，就这种东西吧，就亮面的一些细节，以及我们看一下这个白色要不要调整。我们选中之前的选区，我们直接点这个丝带，然后储存并加载，再点这个选区就可以选中了。我们看一下要不要给它调整一下哈。首先饱和度看要不要拉嘛，然后色相。可以看到吗？有一丢丢细微的差别和刚才。哎，差的不多，就稍微有一点饱和度高了一点点吧，不多。现在的话看起来也还好，我们就这样。然后去处理一下亮面的东西，还有一个卡一下闭塞。好，闭塞这里我就用，这饱和高一点的，先尝试一下。以及我为什么选蓝色呢？是因为我的阴影本身偏蓝色嘛，然后我身上也有这个蓝色的颜色，只是它在弄色相的时候，我给它稍微偏紫了一些，没有像衣服上那个偏天蓝一些。看起来这个还行，我们就用这个去卡闭塞吧。到了衣服这里，感觉和衣色差不多，和衣服差不多这个颜色，给它调黑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随意吸色了，所以也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就是画这个亮面的那个细节呀，和它的一个闭塞可以同时画，因为我们选了颜色之后，再去调颜色，我们可以直接吸色了，不用再去自己选。我这里的一个亮面的颜色是选择了一个黄色，有一点阳光打下来的感觉，就我们衣服上的小三角嘛，这个意思就是。看一下，这种受光的地方就给它打一个很浅很浅的黄色，让它看起来有变化，而且有一点那个阳光的感觉。
就把左上角这些白色的左上角这些给它扫一下浅黄。不要扫太多，不要扫太多，适量就好。啊，围裙上面也可以弄，围裙上面也可以弄，但它的褶皱可能就不要拿黄色去画了，这黄色看起来比较像光的那种感觉。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衣服上边是有一丢丢小细节了，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空旷。好，我们给它把左上角稍微勾边儿。如果还是不明显，我们可以考虑把右边也拿那个短线勾一下，或者说再给它深一丢丢。啊，就是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就好了，因为毕竟是在白色上面画的。好，我们观察一下，去看一下再画哪个。这种很小的小贴纸，很小的东西，我一般就是拿一个深色在它的左上角画一下。这个四叶草，我们给它画一个和头发不那么相似的颜色吧，可以给它就是做成小渐变。四叶草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的每一片叶子，给它从黄绿、深绿这样，给它慢慢的涂过去。再来个蓝绿，它这样看起来也是变化蛮多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法。好，我们画猫猫，猫猫也是一样哈，就是左上角给它搞一点深色，明亮一点的深色，爪可以画一下，然后它的身子我们去找一个灰色的米黄，好给它涂上。猫咪尾巴，以及我记得这个袋子是个透明袋子吧？透明袋子，那我们就把它的底部，就把它中间涂上它下面的一些颜色。这里我们可以用它的下面那些的阴影色去填，然后给它吸一点其他颜色进去，就周围的一些周围挡住的一些别的颜色，给它弄一点进去。好，然后打上我们的袋子高光，这样就有透明的感觉了。好，小猫咪依旧是一个，就除了左上打东西，我们也可以就画阴影，在它的右下角给它描一个边，
就像我们画球体一样，给它画一个弧形的一个小边。啊，可以看到它的厚度就出来了。我们一般就用这2个方法去细化小物，就是那种很小很小的小物。这里的树枝，我们也给它做一个，先试一下做四叶草那种变化，就是做渐变。可以看到一般般。实在是一般的话，我们就慢慢推灰吧，推成灰色的渐变。因为刚才我们使用的是从就色相，基本上在靠色相去推这个，从黄慢慢到蓝。灰色基本上河边上就没有什么太一样的了。我们再把丑这个比较难看的颜色给它换一个。欧克就这样给它处理一下。我们把头上的这个光环也给它弄一下吧。可以给它的底部做一点变化。然后是枝条的话，这种树干我一般也是给它做一点渐变。叶子就可以从黄绿到蓝这些去调了，因为就有一些植物它的叶子会从那个嫩嫩的比较黄的颜色，慢慢的变成翠绿。我们也可以用这种规律去修一下我们的叶子颜色。到这里我会用一个更深一点的颜色去，把所有的叶子的阴影给画一下。深绿的话，一般就是选偏蓝这里的，然后靠深一些的颜色。这小翅膀我们就给它内部画一点。包括碎片这种慢慢散下来的，也是可以给它颜色慢慢的往浅这样走。这样的话，我们视角集中的还是在它飘下来的地方，然后下边也不会太抢我们的人物，给它画浅一点。这边的小东西也是一样的方法。好，这里我是把它的右下角变灰。
其实这里我们可以选中了之后再改，因为有可能涂出去嘛，我们可以选中想要改颜色的这些，然后再去涂。可以看到这些颜色就是给它，多做一点变化。比如说这里全是黄色的花，我们可以给它，弄一些深一些浅的，然后它的内部给它花心打上深色。好，四叶草这里我们就靠后的用一个深色。剪刀也是没有什么变化。好，这里的小包包可以看到磁带上的那些四叶草，我就是没有太去管的，只是拿不一样的两个颜色给它间隔开了。以及我们画黄色的自己选阴影的时候，我推荐是往红色那边移，因为往绿色那边移的话会画成死黄色，家人们。这个颜色我也不太擅长，我只会选出死黄色，所以黄色的阴影我会朝红色这边找。朝红色这边的话，就是有一点偏橙的吧，橙的还就挺亮，挺有活力的。这里的四叶草也是一样的处理方法，我们靠后的就用深色。如果它就是有几片叶子在受光面的话，我们就给它擦出来。啊，这个就是左下的叶片全给它涂深。最顶上的这个我们就涂一下中间，可以适当的拿一片叶子给它按下去。啊，这样就也是做出了一个变化。然后最深的里面，我们用更偏蓝的颜色给它压一下。欧克还有红色的缎带。这种比较长的缎带，一般就是慢慢给它变灰了。
哦，然后是尾巴，先来个闭塞吧。这里的叶片也是一样的处理方法。黄绿，绿，蓝绿。感觉深色太死板，可以涂一丢丢灰色进去。然后插座上面的这个花花，我们就给它把每片叶子就不要是同一个颜色就好。小豌豆，小豌豆，小豌豆的话，给它阴影打上，然后它是里边是有豌豆的嘛，给它搞一个深一点的颜色，画在豌豆的地方。还有这个黄色的小绳子，也是找一个比较橙色的阴影，给它画一点。这个图案的话，就看大家喜欢什么画什么啦。哦，还有磁带，磁带我们就用那个灰蓝色去给它把里面填充一下，这个是和那个透明袋子是一样的流程。可以看到吗？透明袋子也是里边给它画了一点灰蓝色。好，这里还有一个长袋子，画一下。这个下面的封面的长袋子也可以弄一下，因为它上边可以再给它加深一些，看起来有渐变。这里的这一丛四叶草比较显眼，所以给它稍微加了一点小细节。哦，还有这边的一个枝条。接下来我们就检查吧。有小鸟，小鸟没有处理。
这些小东西的话，我的处理方法就都是一样的啦，都是水晶球，或者说，可以看到它下面这个白色不太好弄，我们就给它加一个厚的这个东西，给它加一个阴影，加厚度。哦，然后再看看，还有就是蓝色这块衣服的，它的一个细节就是，加细节吧，我们的褶皱小三角随便糊一下。这里我是把那个，我把我把渐变给去掉了，因为有渐变的话，我可能阴影不太好画。大家用第一节课画的那个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然后也可以，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就是我们先选中裙子，选上裙子之后呢，我们去这个阴影的这一层，然后去给它喷一个，拿喷枪喷一个渐变出来，也是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我们已经选中了蓝色的这一层嘛，就是裙子的所有蓝色的这个地方，这样喷的话就不会喷到边上的这些。包括我们现在也可以就是试验一下。哦，当然现在喷的话会喷到我现在画的这个小三角，所以就是要阴影给它是单独的涂层才行。啊，这里我们就试不了了。死密马塞，总之是有这么一个方法。好，我们继续检查一下下。似乎是，有一些黄色的，有一些差一点点没有弄。以及这种花的话，如果它是侧着的，可以拿稍微浅一点的颜色把它比较侧的那几瓣花给它涂一下，然后再用更深的把它的花心给画出来。我们去打高光吧，有一些小物是有高光的，比如这里一个小苹果，这瓢虫是在里边的，给它画一下这个光。小耙子，给它加一点蓝色进去。磁带我们也在中间稍微的画一丢丢，画一丢丢偏灰的一个颜色。可以看到，不是只有末端可以这样画的，我们在中途也可以就画一些这个，让它看起来是，就是我们翻转的时候，
布片翻转的时候，它的那个颜色是有变化的。也不是，就是它翻转的时候，我们会给它隔开，拿颜色给它隔开。我们这里只是拿这个灰色给它模拟了一下这种情况。还有手上的，还有手上发现了。先上一个。靠前的上黄绿，靠后的上蓝绿。看起来好像是这些了吧？我们先去把那个背景上了吧。背景，我们看一下。背景这里我是直接给它画了一个有一点那种桌面的，以及这个有一点泡泡感觉的，好像是拿发片辅助给它糊了一点上去。这个应该就没人想学吧？这就大家爱看什么，给它屏幕上画点什么了。这里我们处理的，首先是一个屏幕，想学，太捧场了。我只是想到了以前那种屏幕，它的后面不是有很多看起来像泡泡的小光斑吗？只是刚好选中了那支笔，就给它转了一下。其实喷枪也是一样的了。小翅膀我们给它加厚度，然后屏幕的话，依旧是水晶球的一个小流程。花花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它靠后的都给它涂一点深色，然后花心涂最深的。这里我们记得把参考移到背景上，然后选中我们的这些叶子。以及这里我们要观察一下，不要和人物主体颜色太近了。
这个就稍微给它颜色不一样就好。我们再来画这个苹果汁的叶子。依旧是从黄绿慢慢以色相和深度给它做出变化。好，然后苹果，好，高光打上。突然发现选中的时候好像，参考的是这个呀。选中的时候好像鱼子放太低了。我现在的这个线稿颜色还是下边的那个灰色，给它小涂一下吧。这种边缘的话，比如说叶子边缘，也是和我们画毛绒的时候，它的它的一个交接的地方是毛茸茸的嘛。我们这个树叶也是给它画我们树叶的形状，一直往上画，让它的边缘看起来都是树叶形成的。好，这边的一个草坪，然后最内部的地方给它画灰蓝色，也是一个稍微有一丢丢空气的感觉。然后是这个桌子的话，我们就找一个看一下蓝到紫里面蓝到绿里面的找一个差不多的中间的一个颜色吧，然后把它靠外这个有东西挡住的地方的阴影稍微给它画一丢丢。然后下边它是一个比较偏蓝色的，所以我选了一个蓝色的阴影再给它画。
桌角的话，我们就上边深下边浅吧。好，然后远处的也是稍微浅一点。可以看到这边和我们的头发连起来了，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做点什么。看一下覆盖能不能拉开，找一个蓝色吧。嗯，感觉还行。这个蓝色的话，我是先选中我们这个背景，然后再去一个其他的地方涂的，然后涂层用的是覆盖。如果已经涂出去了的话，我们反选一下，把涂出去的给它丢出去。这种感觉画的太过火的地方，我们就给它稍微拿这个小手手给它抹一下。好，把我们的人物和这个背景拉开一些。也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再给它搞一层深的，看起来像阴影一样的，也是可以的。我们回到人物，看一下要不要先把高光画了。玻璃腿的，玻璃腿我们还没有特别的去处理。首先，我们把水面画成稍微浅一点的，它的边上稍微深一丢丢，然后高光打在这个我们腿的就膝盖的那一面，给它画一个三角拉下来啊，然后下边就是一点段直线。另一边的话就是画这种弧的，有一点弧的斜线。可以给它画一点小星星嘛。等一下，我们这个线稿弄了之后，这里应该就会浅很多。到时候我们再去处理一下，或者说我们现在直接把线稿给改一下也是可以的。直接把它这里给擦掉，或者说我们给它顺着这个勾一下边。这样我们等一下都不用再处理了。
哎，说起来，玻璃腿的阴影是不是没有画？玻璃腿应该有阴影的吧？选个白色的，给它白色的阴影给它画一下。它下边的阴影，我们就顺着刚才画的阴影，慢慢的去选。也是卡了一点点闭塞。我们去改线稿颜色吧，把所有的线稿它的不透明度拉到100%。这里把我们之前分开画的给它合并起来，分开画的人物哈，背景不要一起合了。好，然后是，打开我们刚才画的这些颜色，就是没有全部拷贝的宝宝，可以把这一块导出来，然后我们，没有那个全部拷贝的宝宝，可以把这一块导出来，然后再导在我们的线稿上边。是 Procreate 之类的这些宝宝的话，我们，导错了，可以直接覆盖在它的上边。然后剪辑蒙版，等一下再进行一个操作。然后是 Procreate 的宝宝的话，我们就回到刚才的步骤，我们三个手指在屏幕上往下滑，打开这一个拷贝并粘贴，我们点全部拷贝，然后在我们的线稿上面粘贴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图层，点剪辑蒙版，给它蒙在我们的线稿上，记得把线稿给开。我们调一下亮度，调低，饱和度调高，依旧是从衣服上看，不要先看脸。一般是亮度30左右，饱和度在这个70多左右。我自己画的话，一般是这个参数。好，我们这次的肤色好像不是特别，不是特别浅哎。我们来看一下背景的，背景的话，背景我们可以直接把不透明度调低，它就已经已经比较融入了。其实，我们还有个方法就是把它改成线性加深，然后把亮度提高。这个的好处就是可以，它可能颜色要稍微透一点点，该深的地方深一点点。也可以用刚才我们的人物的这个方法，然后它的好处就是好改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正常图层，正常图层的话，我们选颜色会更直观。我们例行画一下皮肤的线稿颜色吧。就拿鲜艳一点的颜色去给它画一下，然后下边这些勾边我们就用还是稍微饱和度不要太高的，
颜色，就合适的比较好。下边的这些就，毕竟不是腮红那种，就要它特别红的嘛。啊，脸的周围给它勾一下。然后那个亮晶晶的眼睛我也讲一下吧。但这个看一下，我把笔刷分享给你们，这个是崔实老师的一个奶香乌龙。我看一下分享在哪儿。这个的话是一个免费笔刷，但是我没有找到它本身最原始的那个链接在哪儿，我就直接发给大家吧。这个应该直接在微博也可以找到。我细画那种亮晶晶的眼睛的话，就是用崔实的这支奶香乌龙。首先我们先吸一个稍微深一丢丢的肤色，一般是这个，然后再浅一丢丢。我们把透明度拉低，拉个不透明度50%以下吧，然后在它的下边，在眼珠的下边稍微抹一下。越到下边抹的越多，让它有一点这个肤色的那种朦胧感。然后我们再用一个浅红色勾一下这个瞳色，就是眼瞳的这个边边。好，这里我会吸一个我们头发的颜色，给它勾一下下边不太明显的睫毛。好，然后不透明度调高，吸一个白色，我们把上边涂两个尖尖，把我们的睫毛涂两个尖尖。然后也是吸我们的线稿颜色，给它勾一下边。然后吸同色，把这个白色边边给它做一个渐变，把这个尖尖给它画一下。边上的话就是吸一个更深的颜色，这种交接处的非常深的颜色，把我们的睫毛给勾一下。好，这里可以就是不透明度调低一点，把这个延伸出去，把我们的睫毛。好，然后再把之前的边框给它画下来，再用这个头发颜色把这边框给它稍微的勾一下，这样我们头发就有一点透明的感觉了。这种实体的我们的睫毛就透不过去，它这个还是要挡住的。然后的话，我们吸这个同色边上的一个深色，把我们的高光给勾一下，上面也给稍微扫一下。然后我们去选一点，比如说黄色，给它打这个小十字，围着边上打小十字。然后还有这个蓝色，还有浅紫，
一般就是用这些，还有绿色，这几个是看起来最闪的。可以找一个十字给它画的最大，找一个这个闪光，然后拿白色在下边转一圈，在我们的眼睛下边，再吸同色的深色给它勾一下边。好，这样我们的眼睛看起来就比较闪了。把边上抹一下。一般画这个眼睛的话，我会把我的腮红线给它擦一下，因为我的上面都画的这么精致了，然后我的腮红线不太好看，就有一点尴尬。我会擦掉，给它重新画一点。啊，然后它的睫毛的上边也可以用肤色，可以透明度调低一点，给它稍微的做一个小渐变。还有这个瞳孔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个灰色，给它画一点睫毛的投影。边上不够白，我们试一下白色，给它涂一下吧。好，这样它就有了一点睫毛投下来的感觉。如果感觉不够明显，可以稍微勾一下这个投影的边。哇，谢谢夸夸，爱你。也可以把同色给它高饱和再加深一些，因为我们刚才用肤色给它喷的时候少了一些颜色细节，我们给它补回来一点。这样就比较的透的了。在头发边上，因为我勾了那个肤色的阴影，所以它现在有点崎岖，我给它扫一下。然后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的话，它的眼睛很透，边上又很实这种时候的话，我会就在更上面的一个涂层，把透明度拉低，也是这支奶香乌龙，尺寸调高一点，透明度拉低，也是细个刚才的那个肤色，把刘海给它扫一下。然后拿涂抹把我们那个线稿给弄出来，因为线稿被遮住了。也可以拿擦子擦，这样的话看起来就非常透。其他头发的发梢也是都可以扫的，我一般是画 Q 版会用这个方法。发梢可以稍微的少一点点。如果你的头发是感觉差一点，渐变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但是，它的弊端还是很明显嘛，就是少了之后，线稿颜色，线稿就有点看不见了。所以看各位的取舍吧。
包括这些衣服，你感觉颜色好像还是变化不太够的，也可以拿这个给它搓一点阴影出来，啊，不是搓一点阴影，搓一点渐变出来。很好吃的感觉，它不仅很好吃，还很好用，这只是好多人的神笔。崔斯老师好像很多都搞的那种吃的。哦，我们刚才涂的这个肤色它比较超过画面了嘛，我们选中底色在这儿，选择反选，然后回到刚才那里把多的给拖出去。这就是我的一个流程。如果是 Q 版的话，可能头上会给它加一点那个，会给它加一点亮晶晶，就这种四角高光。哦，可以，也可以给它透明度调低一点，把刚才的肤色调个合适的位置。然后我再去看一下背景的这个颜色，好像有一点深。好，这里我就是看，呃，这里好像有一片给它加了一丢丢碧色，看看会不会好一点。这边好像也没有拉开。哦，还有这个袖口的里面，它比外边的，它比外面的袖光可能还要少一些，给它填一下，也是和外边的这一层稍微拉开一丢丢。嗯，哦，还有上面的这个没有处理，这个的话
我们就用标注的方式去解释吧。这里的一些碎片给它打点高光。然后这个弄完的话，应该就没有东西了。有问题可以先问喽。好，没有听懂的可以在这里问一下了。我们就等到53，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直播啦。忍不住抠很多元素进去怎么办？我也有这个毛病啊。我想想，我忍不住抠很多元素进去。园丁还会有什么特征呢？我先想想，忍不住抠很多元素进去吧。嗯，大家我一个想一下，没有大小变化。这个就跟上一节和那个宝宝说的一样。可以看到，其实我拿中空笔把这里画了之后，其实它的它的整个是集中在了这里的，好像就是稍微是要好看一些，没有大小变化。没有大小变化的话，我推荐也是和我一样用中空笔给它尝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好看。然后没有大小变化的话，我想想我以前有没有尝试过这种。我去我的图里面回忆一下。嗯，一般来说没有大小变化，我肯定是会把其中的一些给它放大的。比如说，如果我身上有很多包包，我会把其中一个包包给它放大一点，这会做一点那个变化。如果已经画到中途了，我们就直接在最上边的图层给它改一下。或者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就是把那个重心的地方饱和度加深，然后不太重要的地方，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的弱化一下，也是可以把那个抠的一些太细的东西给它，就是弱化一下。然后我再看下边的一些问题，园丁还会有什么特征呢？我们这个的话，我去那个拼水的上面和大家一起搜来看一下吧，园丁的其他特征，以及这个的话，大家其实可以问一下 AI 来着，就可以问那种纯文字的 AI 嘛，纯文字的 AI，可以问一下它园丁的一些，大家可以问他园丁的原要素有哪些？有没有比较不常见的？我们可以在里面看一下园丁还有第五人格的要素。我们也可以就是画很多蔬果在边上嘛，让它看起来是一个种菜的，就让它穿的没有那么园丁，看起来也是在种东西。比如说可以给它搞点那个花盆啥的。就不用特别在衣服上去，那个，或者说你可以画一点那个，如果你是个魔女，可能会有使魔嘛，可能会有那个，一边一个小兔子，
啊，一边一个小兔子在给你倒水。这种就不用我们手动去了是吧？我们有小跟班，一个在倒水，一个在干什么啊？这个的话也可以加到前景，也可以加到前景，就不用加在我们的身上的小物里面，变得很碎了。有点跑题，宝宝，你可以就是给我说一下你现在画的是什么样子的，我好给你就是想想办法。感觉自己细化之后更空了。嗯，细化之后更空。我个人的话，一般是，颜色画的太接近了，颜色画的太接近了。然后我比如说画了，我本来画的 A，然后画了一个 B，然后颜色接近之后，它们就合成了，它们合成一整块了，所以感觉细化之后好像就更空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哈，就可以具体一点。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新建图层，老是忘记换图层，然后画的好乱。这个的话就呃一个是不擅长的，一个是不擅长的部分，就是要新建图层，因为到时候好改。第二个的话是，我想想，就是你的颜色可能要更新，可能要把它就是不太确定的那个时候要新建图层。忘记了换图层，然后画的好乱。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把那个底色给它建了一个图层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也是，呃，给大家传了一个我们的底色。画的乱的时候，我们直接在这一层上面去选就行了，不用在其他的上面选。然后太乱的话，忘记换图层，画的好乱，画的乱，如果是找不到图层的话，它有一个功能键，然后感觉乱，感觉太多的话，我推荐是，就是一个部分给它，一个部分用一个单独的图层，然后或者说给图层改一下名字。如果发色固有色本来就比较灰暗，要怎么才能画出透光的感觉呢？这个发色的固有色它灰暗是指比较深，还是说这个固有色比较灰呢？比较灰的话，可以，就是把你的灰色给它加入一点颜色倾向。我去开一下那个 CSP 吧，可以加入一点颜色倾向。哎，这小美嘟嘟好像发了东西，忍不住怼很多元素上去。为什么我感觉还好啊？没有怼很多。我是我们圣诞树相遇了。一般来说就是这个可以给它放大一点，放大一点就是把它的那个裙摆也给遮一点，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最大的了。我一般是这样子做的。直犯嘴爱好者是的，我记得我以前的时候还很多人就是骂这个说是圣诞树呢，然后现在发现其实是大家都挺喜欢的，原来是被眼红啦。好，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灰暗的，比如说这个，我们给它往边上往右上偏一点，然后再去画那个灰灰的，
或者说在这里给它加那个啊，这个都已经太灰了，我们就用灰色吧。鼠标有点不好选，鼠标有点不好选。上面再给它加颜色。一般来说就是颜色倾向给它，就是往其他走一点。我这里画的不是很好看，就我以前画的黑色的话是特别特别偏紫色的，所以经常会被那个单主让改一下偏蓝色一点。哦哦，这个的话，我是去问了一下炳炳，就班主任的，他说只要元素有一个一样就行。我们副标题不是有4个元素嘛？我们副标题有4个元素，有一个一样就行了。就打卡的话，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好代餐一些。哦，这个是比较灰暗的那个嘛，透光。我想想，这个它是一个渐变的发色吗？这个的话，我推荐就是用上节课的那个方法，把这个边上这些给它稍微勾一下。就上节课的方法应该是特别的适用这种，呃，就是有渐变的。等一下，我在平板上画吧。是为了不单调渐变的。哦，这个不是一个渐变。我等一下在平板上画吧，我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直接说的。有点跑题，有点跑题，不用担心。我们我都数据线嫁接那个，我都数据线嫁接那个啥了。数据线嫁接苹果吃了。如果你是一个裁缝的话，我们其实是比较，现在有那种花藤的毛线嘛，我们有没有可能是那种，呃，比较，我们是一个种毛线的那种呢？看起来更像园丁。我想想，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园艺剪刀，刚才好像发了一下。还好吧，还好吧，这个没有太像裁缝呀。因为前面这些东西已经就是，已经暗示的挺明显了。看一下，会不会是这个框框的原因呢？框框有一点像那种，就是比较裁缝的那个缝线框的感觉。这个框框如果就是，是那种木质之类的，看起来，就比较园艺的话，它看起来是不像裁缝的。我个人感觉现在不是很像裁缝呀。暖暖想做金属相框，里面放上花。嗯，也可以呀，也可以呀。我记得有那种吧，有那种掉下来的干花。我们园丁不是也就是可能会种了花之后把它晾成干花吗？我觉得里面有花也挺合理的。其实还好吧，我感觉，呃，它的裁缝要素好像不明显呀。我再看一下下一个。采用的是四叶草。哦，这个不是问题，没有关系的。四叶草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那个四叶草杏死啊，很萌啊，很萌。
感觉就是那种很透气的、飘飘的感觉。感觉线条哦，这个我先把前面那个宝宝的头发颜色那个给说一下吧。我先切一下屏，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稍等一下，我这个投屏刚才被关掉了。哎，投哪儿去了？嗯嗯，线条画的超级碎，怎么整这一下？我们等一下来想想办法。这个它好像是一个灰绿色，找一下刚才放哪儿了？好像是一个这样的颜色吧。我直接画一个头发，看一下草粒。这种比较灰的头发，我一般如果是比较小的东西的话，直接这种灰色去那个是吧？它是头发的话，我们先拿正片叠叠给它看一下。然后我看到那个渐变是渐变到的黄绿，这种比较灰的话，我一般比较灰的比较深的，我一般是和那个蝴蝶结一样往灰白那边去渐变的。这里我给它试一下，往白。这里是我自己选的颜色，没有用那个，只稍微看了一下它的阴影应该是什么色的。往外边的话，我们慢慢的再给它找一个别的颜色。这灰色的好难选，灰色的画的不是很多。我发现把这个阴影稍微往偏蓝一点的话，它会有一点那种空气的蓝色的感觉，但是我现在有一点选不好。
呃，我看一下这个投屏。哦，投屏怎么被还是这个那个的呀？哎，这个投屏大家刚才看是正常的吗？怎么变得好小啊？我再关一下再开呢，很迷你，很迷你。但是这个宝宝刚才说听懂了，我真的泪目了。我感觉我的这个投屏好像有一点问题。懂了喵！我去，我们这里有咖啡喵，我看一下，然后后边的一些，感觉自己线条画的超级碎。这个嘛，画的超级碎，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是线稿吗？还是如果是草稿的话，感觉老字爽了。我想一下，画线条画的比较碎。嗯，这个的话就得，这个主要是看一个控笔画的比较碎，我感觉。比如说这些，是说的线条吧，是说的线条吧。我感觉主要是一个控笔吧，就比如说这个纸，它可能比较方，这里的花它可能比较的蓬。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理解到宝宝问题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上边的这些，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呀。我觉得这个设计的是草稿，但是画线稿也碎碎的，感觉手开了抖动模式。这个是在平板上面画的是吧？要不要开一下那个？要不要开一下稳定性的？就那个抖动修正，感觉手抖，嗯，不会是笔有静电吧？我记得有些时候画的时候，就是笔有一些静电的话，也会特别抖。手比较抖的话，嗯，可能就是得控线了，得练一下。我先看一下下面这个宝宝的问题吧。小物很多的时候配色会混乱怎么办？呃，小物很多配色混乱的话，我们就不要去那个找它的固有色了。比如说，如果你的整体是蓝色的，如果你的上面有一个苹果，然后你还想画蝴蝶，或者说我还想画一个这个，如果你整体是这种宝蓝色的，我推荐是把你的苹果画成蓝苹果那种很神秘的感觉，然后枝条你可以画成也是比较偏蓝的，这个现在还是挺多人画这种蓝色的枝条的颜色的，然后蝴蝶画个白的嘛。就是小物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向那种氛围色去靠拢了。以及我看到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感觉颜色融不进去的话，比如说
这个这个这个是我在其他老师那里学到的方法哈，哎，有点奇怪，换一个。好，然后它会在上面喷一个，就喷一层喷枪，让他们都有它的一个主色调。这个喷枪在哪儿？我直接填充吧，我直接填充吧。可以看到我把这个透明度拉低。是不是感觉它还是有之前的一点点自己的颜色但是他们的颜色统一了很多。这个是我在其他老师那里学到的方法，但是可能不是特别契合我的画法，它可能比较适合那位老师的画法。是可以试一下。然后配色很多很混乱的话，我自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画面的颜色，虽然我想画一个绿色的花花，但是我整体已经特别蓝了，我会把这个花往其他的颜色这里走一点。等一下，比如说先叶子吧，把它色相调到从这边往右边调到偏蓝，然后这个果呢给它调灰一点，朝这里走。因为我的一个经验告诉我哈，就是红色，一个红色，它往这灰色过来的话，它是会偏蓝的。有看到吗？这个是看起来偏蓝，但它在色盘上其实是一个，呃，一个比较红的感觉，就是做这样一个调色相和调灰度，让它们的颜色看起来比较统一。我看一下，应该好像没有其他的什么问题了吧？以及宝宝知道那个稳定性在哪儿调吗？我记得我之前踩板绘的时候，手也是特别抖，手特别抖。我当时会故意画一点比较陡的线，然后断断续续的，看起来好像很牛逼一样，其实是我控不好线。好的，好像都已经回答完了，那我就，哎，想画的画型不会画好痛苦啊，呃，多找参考吧，只能说多找参考发型的话，一般来说就是顺着头给它，顺着这个球给它加发片发丝，先从发片开始就会简单很多。下边的发片的话就是我平时用的那个方法了。那我们就结束直播啦。突然发现鱼宝宝其实很多时候他不是问问题，只是说一下。那我们就结束直播啦，拜拜拜拜，大家辛苦啦。